谢青燕，说，你把莲儿弄哪儿去了？我是平阳侯独女，阿爹怕我孤独，在儿时便收养了4个孤儿为义子，做我未来夫婿的候选人。而他送1亿，便是我选中之人。殊不知，这个选择却将我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谢青燕，因为老侯爷，我已经娶了你了。如今我只是想让莲儿以平妻的身份入府，你为何就是容不下她呢？平妻，她是女奴，按照大清律例，你一旦沾上她，你也会变成奴籍，你这一辈子都毁了。你胡说八道！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娶了你。我不是已经被宋依依给害死了吗？难道我重生回到了爹爹南下治水归来给我选夫婿那日？站住！你今日若不把莲儿找回来，待会儿义父为你挑选夫婿，即便你选择我，我也绝不会娶你。重活一世，你以为我还会选择你吗？爹，我好想你啊！燕儿，我的傻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来，看看爹这4个义子，你选谁做上门女婿啊？你选谁，爹爹就把爵位传给他。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娶了你。爹爹知道你最喜小宋了，那就定他。爹这就去请圣上为你们赐婚。爹，我不选宋依依，我选摄政王。燕儿，你以前不是非小宋不嫁吗？怎么突然就选了摄政王？可爹爹听说陛下这位弟弟不近女色，前世我错付终身，到头来却被害流落街头。这一世我绝不重蹈覆辙。我是爹您的女儿，既然要嫁，就要嫁最好的。好，爹爹依你。停止送走白莲儿的行动。是。宋依依，前世为了你的前程，我花千金送走白莲儿，却被你赶出家门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自食恶果。燕儿，娘亲走后，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啊，好好长大。娘亲，你是不是不要燕儿了？燕儿乖，娘亲你不要走。傻孩子，娘亲怎么会不要你？娘亲只是……娘亲，娘亲只是再也保护不了你了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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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燕儿好想你啊。谢青燕，我说了我会娶你的，但你能不能不要时时刻刻都缠着我，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不行吗？我不是来找你们的，让开。行了，你一个女眷来前殿，谁还看不出来你是来缠一哥的？谢青燕，你身为女儿身，我希望你别太不知廉耻，对我们死缠烂打，这样只会令人更加恶心。还不如留在南方治水，还落个清净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赶紧滚！眼瞎的话就抬头看看这平阳侯府，姓谢。这女的之前为了讨好一哥，向来对我们言听计从，今日怎么敢反驳我们？滚开！站住！
不要以为你仗着义父撑腰就可以一直对我们死缠烂打。没错，打小就哭闹着非一哥不嫁，跟狗皮膏药一样，甩也甩不掉。闭嘴！谢青燕，你竟敢打我！谢青燕，你别再胡闹了。虽然说我不喜欢你，但娶你的事我不会食言。可我希望你也能自重一点，不要我们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，不然我只会更加厌恶你。你真要娶她，那莲儿怎么办？一个任性只会耍脾气的大小姐，不及莲儿分毫。那又能如何？她乃是老侯爷之女，我们只是寄人篱下的养子，娶她就当是报答老侯爷的养育之恩了。哼，想要借我爹平遥侯之势上位，还说得如此道貌岸然，你的脸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再敢胡说，当心我再也不理你了！你有什么权利对本小姐指手画脚？你想娶我，还想借势上位，可惜你不配。让开！白莲儿，她怎么在这儿？莲儿，你没事吧？大小姐，莲儿做错了什么？莲儿可以改的。谢青燕，你发什么疯？我说了，我会娶你，会娶你。为什么不能收收你的大小姐脾气，善待莲儿呢？你敢吼我？我吼你都算轻的。若是莲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什么侯府大小姐，还不是对这几个男的言听计从？看我怎么将你踩在脚下！一哥哥，不要再说了，万一大小姐不高兴了，莲儿又要受罪了。哟，谢青燕，你是不是趁我们不在，经常欺负莲儿？莲儿，她是不是经常欺负你？谢青燕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若是还想让我娶你，就立刻现在马上跪下给莲儿道歉！让我跪下，你配吗？我知道了，谢青燕，原来你让义父去求陛下给你赐婚，就是为了独占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若是不道歉，就算被逼婚，婚后我也一样休了你。一哥哥，是莲儿自己没站稳，不关大小姐的事，我没事。你看看，莲儿现在都还在为你说话，而你呢，任性善妒，欺负莲儿。若不是为了还义父恩情，就算悔婚，我也绝不可能娶你。哼，眼瞎得治，滚！燕儿，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啊，好好长大。娘亲，娘亲！这青燕阁是我母亲生前住所，连我都舍不得住。你一个奴婢，你凭什么住在里面？谁给你们的胆？你凭什么住在里面？谁给你们的胆？我让的，反正你都要嫁给我，成婚以后都是我说了算。这间房子就留给莲儿吧，若是不行，这婚不结也罢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支配我母亲的青燕阁！这发钗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谁让你动的？大小姐，莲儿不知道这是夫人的遗物，对不起。莲儿，你没事吧？谢青燕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打莲儿！你说我打他，那今日我便打了！我让你犯贱！我让你住我娘的青燕阁！我让你毁了我娘的遗物！莲儿，你没事吧？谢青燕，你到底
底要干什么？一哥哥，是莲儿不配住在这偌大的平阳侯府，莲儿这就走。谢清燕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夫人有什么遗物？我看你就是嫉妒莲儿，才来这里栽赃嫁祸给莲儿。任性善妒，栽赃陷害，你哪一点比得上莲儿？此生娶你就是我最大的污点。现在立刻跪下，给莲儿道歉。哼，一哥哥，大小姐身份高贵，有权有势，莲儿出身卑贱，应是我该给大小姐下跪。大小姐，我说了，跪下，道歉。道歉！道你娘的歉！我看你是投胎太久，忘了这平阳侯府是姓谢，不姓宋。来人！谢清燕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伤害莲儿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需要你的原谅吗？你不是喜欢跪吗？那就让你跪个够，跪不足4个时辰，不准他起来。一哥哥，莲儿，大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一哥哥，陆行哥哥，延庆哥哥，顾州哥哥，救救我！我乃平阳侯府义子，我命令你们把莲儿给我放开。宋姨姨，你的身份全部都依托于我，没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谢清燕，我命令你赶紧把莲儿放开，放了莲儿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阳侯谢远山南下，治水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女婿可世袭爵位。平阳侯爱女谢清燕，资质淑慧，朕心甚悦。特许5日后，御花园庆功宴上亲为赐婚，以显天家隆恩，照谢氏荣光。钦此。老臣接旨，谢主隆恩。请公公随我到后院喝茶，请。好。义哥，恭喜啊！陛下亲自赐婚，将来世袭了平阳侯爵位，可别忘了兄弟们啊！你不是说了不愿与我成婚吗？那这圣旨是什么意思？若想成婚以后我仍正眼瞧你，便现在立刻马上向莲儿道歉。陛下为我赐婚，关你屁事！陛下是为你与义哥赐婚，你说关不关他的事儿吗？四鸭子嘴硬。大小姐貌美，地位又高，还对你们言听计从，你们怎可如此嫌弃呢？以前的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此后，你定要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，与莲儿以礼相待。哼，还是不记打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来人！跪不够4个时辰，不准起来。是。一哥哥，救我！莲儿，辛苦你了，都怪谢清燕那妒妇。你放心，待我娶她入门，承袭了爵位，定会迎你入府。你若还觉得委屈，我现在便去找义父，以治水功劳求他恩准，娶你入府。谢清燕，今日之仇，等我平妻入门后，定要你好看。父亲，儿子有一事相求，想想什么？
说。儿子想以治水功劳，求娶白莲儿入门，求义父成全。哎呀，爹爹，啊，如果宋怡义想向你求娶一个叫白莲儿的婢女，你一定要答应他啊！最好是让陛下亲自赐婚，终身不可悔婚。可这，爹爹，求求你了。好。好，我会替你求陛下赐婚。多谢义父。谢清燕，你不就是想以胜利压我？几日后，我将会让莲儿以平妻入门，就问你气不气？陛下，老臣还有一事相求。我那义子治水有功，想向陛下求一封婚书。爱卿见外了，这有何难呢？啊，谢陛下。皇帝啊，朕欲将平阳侯之女谢清燕嫁与你，做你的摄政王妃。什么？是什么人？可知本王是谁？摄政王，我花钱买你的命，给我上！呀！多谢相救，姑娘可否告知姓名？等我回京，亲自登门道谢。我叫谢清燕，举手之劳，登门就不必了。臣爹愿意。哎呀，好，皇帝这是开窍了呀！好，如此甚好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宋怡义去找侯爷求赐婚了，侯爷又去找了陛下，陛下允了。5日后与您的赐婚圣旨一起宣读。吩咐你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按您吩咐，已将白莲儿的奴籍身契卖给教坊司了。好，让教坊司的人等圣旨宣读后再去拿人。是。宋怡义，我倒想看看，为了白莲儿，你到底会闹到哪一步？哎，那4位少年，想必就是平阳侯的义子，果然是英俊潇洒。听说平安侯之女非宋怡义不嫁，此人将来必定世袭爵位呀！哎，走。来，我们再来饮此杯。宋大人，我敬4位一杯。王大人，周侍郎啊，想必这位便是谢大小姐吧？啊，不愧是平阳侯之女啊！你和宋大人简直是郎才女貌啊！听说待会儿陛下可是要为2位亲自赐婚，恭喜恭喜呀！恭喜恭喜啊！那便谢过2位大人了。不过他多谢2位大人，我便是义哥的未婚妻啊。谢大小姐，下官敬您一杯。我也敬小姐一杯。你是谢清燕，那我是谁？不是说了不许你来吗？谁让你来的？陛下让我来的。我可不像你胆子那么大，敢抗旨。装什么装？不就是对自己不够自信，跑来这里对义哥死缠烂打？如此纠缠，不觉得恶心吗？你们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说，
你是谢清燕。你还要胡闹多久？赶紧给我回家！我让你滚回去！你们4个简直胆大包天，可知私放教坊司妓女进入御院，冒充平阳侯之女，是什么罪名？什么？想不到这女子竟然是那下九流教坊司的妓女，妓女？哎呀，你看看，真没想到啊！大小姐，我知道义哥对我好，你对我心生不满，可是你也不能拿这个来污蔑我呀。谢清燕，你怎么污蔑莲儿？莲儿何时成为了教坊司官奴？义哥，像这种妒妇，你就算娶了她，也别碰她一下。谢清燕，争风吃醋也得有个度吧？我命令你，现在当着各位大人的面给莲儿道歉，还她清白。你拿什么身份命令我？我是你的夫君，未来的平阳侯，我还命令不了你吗？宋一义，你引以为傲的身份，全部都是依托于我，懂吗？至于他的身份，诸位大人，这是白莲儿的官妓文书，是妓非妓，一看便知。啊，真的是教坊司的奴籍文书。哎呀，他真的是，还真的是奴啊！哎呀，这还敢来这里？这不检点哎！走。你这妒妇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宋一义，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求着我给他奴籍文书的吗？莲儿是我南下治水时遇见的，见她可怜便留下了。但义父不让我们4人身边有女奴，所以只能暂时留在你身边。给我一张奴籍文书，让她留在这里。可是谢清燕，你不过只是生了一个好人家而已，莲儿她多可怜，你就不能心善点吗？印章呢？我希望你不要干涉我和莲儿之事，否则我绝不会娶你。你说起来，他的奴隶身份还是你给他的呢。各位大人，一个教坊司官妓能进入御花园吗？哎呀，你看看真是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说说啊！你们给我闭嘴！莲儿，她是我的妻子。谢清燕，你这妒妇，你以为以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恩要挟我娶了你，你就真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妻子？当然，陛下已经给我赐婚，莲儿将以平妻的身份风光进门。此生我将只爱莲儿一人。没错，就算莲儿是奴籍，我替她赎身。只要赎了身，她就能以平妻入义哥门。以后她将与你平起平坐。我们也替莲儿赎身。我该说你们无知，还是说什么好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否则我必定不可能娶你的。娶我？我看你看上的是谢家上门女婿的身份，是可世袭的爵位吧？只可惜我不会嫁给你。笑话！现如今连上京的孩童都知晓，陛下已为你我赐婚，你不嫁与我，还能嫁与谁？谢清燕，你倘若想要成亲后我仍然对你好，就地跪下，当着众位大人的面，告诉他们，莲儿不是教坊司官奴，一切都是因为你嫉妒而诬陷。跪下！圣旨到。谢清燕，圣旨已经到了，我看你嘴能到什么时候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平阳侯之女谢清燕知书达理，朕甚喜之。特选其与摄政王3日后完婚，封摄政王妃，钦此。什么？摄政王妃？谢主隆恩。不可能，谢清燕从小就非一哥不嫁，怎么可能会嫁给不近女色的摄政王？我知道，一定是谢清燕，她故意让义父去求皇上下旨，待事后再把旨收回。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呀！谢清燕啊，谢清燕，你何时才能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？就为了让我患得患失，你敢让陛下，让摄政王陪你演戏，你就不怕众人说义父功高盖主吗？说的是，怎么能戏婚呢？此等大事，岂能如此而戏？闭上你的狗嘴！我谢家世代忠良，一心只忠于大庆，忠于陛下。有趣。义哥，你没事吧？谢清燕，你懂点事吧？我们都是你谢家的养子，寄人篱下，你想要逼我们娶你，我们只能听命。但记住，你能有今日，只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爹。没错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过分，否则我们宁死不屈。宁死不屈。圣旨已下，今生你们4个我都不要了。都不要了？你除了嫁给我们，还能嫁给谁呀？你不会真以为那不近女色的摄政王真能喜欢你呀？摄政王对我一往情深，冬日会给我送暖炉，夏日送荔枝，天冷了愿意给我加衣。他不近女色，只是因为非我不娶而已。不可能！众人皆知摄政王不近女色，他会喜欢上你这样工于心计、任性耍大小姐脾气的督夫。谁说不可能？谁说不可能？他就是传闻中不近女色的摄政王。他所言句句属实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冒充摄政王？一个女奴也配与我说话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也不配与我说话。你究竟是何人，竟然敢擅闯御花园？你就是眼瞎心盲欺负我们家清燕的。你们家清燕，你们！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一个谢清燕起来的戏子，没有谢清燕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错了，没了谢清燕，什么都不是的人是你，是你们。平阳侯府内部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管。来人，这人擅闯御花园，将他给我赶出去！他说赶出去就赶出去，急了！一群老侯爷养的白眼狼，还想反客为主啊！谢清燕，你看看今天这事，大闹御花园，诬陷莲儿清婉，你看我不教训你！够了！圣旨面前岂可胡闹？宋一义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3日后，摄政王与谢清燕大婚，普天同庆，朕心甚悦。
允宋一役之求，同日取白莲儿入门，钦此。臣接旨。谢清燕，看到了吧？3日后，义哥将迎娶莲儿妹，平妻入门，而你不是求旨要嫁给摄政王吗？怎么，还跟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？哼，他想嫁摄政王不近女色，能娶她？看到了吧？莲儿将以平妻身份入府。你若想3日后也被我迎娶入府，与莲儿不分上下，便现在当着诸位大人的面，给莲儿道歉，还她清白之身。哼，好，娶她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。白莲儿，5日前你已入我教坊司奴籍，跟我回去入府吧。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莲儿乃是我平妻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辱她清白？我们乃是平阳侯义子，谁再敢羞辱莲儿妹妹的清白，便是与平阳侯为敌，与朝廷为敌。你们还代表不了我们谢家，我们平阳侯府绝不可能娶一个教坊司女奴入门，有辱门楣。谢清燕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莲儿乃是我平妻，即便她是女奴，我们也替她赎身了。果然是一群无知的养子，教坊司女奴终身不得备。大人，有劳了。姐姐，我知道我身份低微，不配与你共侍一夫，可我跟一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你成全我们，我可以做小，只求你能还我清白。我先入门，日后再让宋姨姨休你。谢清燕，你听到了吧？莲儿都可不与你计较，她愿意做小。你再看看你，腹黑嫉妒，耍大小姐脾气，简直半分都不如莲儿。教坊司依礼拿人，我看谁敢违背大庆律令。莲儿肯定是被谢清燕的毒妇气晕了，一个弱女子怎么受得了当众羞辱？我们走。谢清燕，今日的事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，但你若还想与我成婚，便立刻马上让他们让开。算你识相，否则你连做我摆设妻子的资格都没有。宋姨姨，你以为躲过今日又能如何？大婚当日，妻子被抓去教坊司做官妓，这才够爽。多谢王爷替我出气。你我都要成婚了，何谈谢字？夫人。传闻摄政王不是不近女色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对我有那啥想法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听说我对你冬日送暖炉，夏日送荔枝。啊！天冷愿意为你加衣，我的不近女色，只因为此生非你不娶。可能是吧。哦，那你喜欢这样吗？啊？你应该是吧。好，那我争取做到。莲儿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莲妹妹，你是被谢清燕的毒妇气晕过去了。这次谢清燕实在太过分了，竟然请戏子当众打我们，还侮辱莲妹妹的清白。都怪我们太惯着她了，让她以为
我们离不开他。他这次实在是太没有分寸了。可是，我怎么感觉谢青燕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？她会不会真的要嫁给摄政王，不要我们了吧？不可能！那摄政王不近女色，人尽皆知。义父最疼爱谢青燕，他若是将谢青燕嫁给摄政王，那侯府的爵位谁来继承？谢家的香火谁来传承？没错，他谢青燕如果要嫁，也只能嫁给我们4个嘛，尤其是一哥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平阳侯府大小姐2日后要成亲了。哎呦，是吗？来，慢走啊。说，谢青燕2日后会嫁给谁？草民不知啊。滚！一哥，这谢青燕要嫁，还能嫁给谁？她指定是听说了你2日后成婚，原形毕露，小仙与莲儿妹妹入门。一哥，我没事的，只要大小姐能让我入门，莲儿做小也无所谓的。莲儿，怎能让你受委屈呢？你必须以平妻身份入府，且婚后谢青燕只是一个摆设，我绝不碰她。一哥，莲儿此生只爱你一人。走，回侯府。那谢青燕想要嫁给我，便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谢青燕，刚刚那个男人是谁？你一个即将成婚之人，还敢跟别的男人厮混？关你屁事！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是谁？小小门房还敢拦我是吧？大小姐吩咐，你们4个养子，今后不得进入侯府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谢青燕从小就缠着我们，巴不得和我们天天腻在一起，怎么可能不让我们进家门？赶紧给我让开！我乃侯爷义子，侯府未来女婿，我命令你们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擅闯侯府者死！谢青燕这次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她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离开了谢家，我们无处可去。不可能！谢青燕对我们言听计从10几年，这次一定是耍心眼儿，无非就是2日后与一哥结婚时，想要先与莲儿妹妹入门。一哥，这次谢青燕太过分了，2日后成亲，你一定要给她一个教训。虽说是平妻，但这次也要先让莲儿妹妹入门。谢青燕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希望2日后你还有勇气不让我进去。我们走。今日都无法进门，2日后还想入门，还想把白莲儿娶进我谢府。宋一夜，我很期待大婚之日你被拒之门外是何表情。来，老臣敬陛下一杯。来了。哎呦，好啊！上一世我深情负错人，最后流落街头，凄惨收场。今生我选对了人，定能幸福终身。莲儿，你怎么独自一人出来呀？你是不是怨我大婚当日还要跟谢青燕一起入门？原来他误以为我是白莲儿。莲儿，我发誓，就算同日成婚，也是你先入门。你如此善解人意，怎是那任性妄为的大小姐可比的？今生我只爱你一人。
哥，你别过来！你知道的，我此生只爱白莲儿一人。莲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侯爷与我有恩，我不得不娶那个谢青燕。成婚后，我定不入他房门一步。若你还是不愿，待我承袭爵位，便给他一纸休书。莲儿，你说话呀，莲儿！果然，前世今生，你一点都没变。你是谢青燕？谢青燕，你又耍什么花招？莲儿说她大婚当日会以红纱覆面，你为何学她的模样？你以为你这么做，我就会喜欢你了？宋一夜，有人说你普信又无知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以为我会嫁给你？不然呢？大婚当日，你迫不及待凤冠霞帔迎我在门前，还学着莲儿的模样，不就是想要讨好我？不就是想要先于莲儿入门吗？白痴！新娘子到。她是谢青燕。瞧她那迫不及待想嫁出去的样子，真无耻！莲儿，易哥哥，易哥哥，反正姐姐一直住在侯府，不如今日让我先入门。啊，姐姐，我没有跟你争大小的意思，如若姐姐不愿，全当莲儿胡说。莲儿，你别担心，我答应过你，让你先入府。既然都是平妻，无分上下，谁先入府都一样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谢青燕，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你宋一义入不了我们侯府，那教坊司女奴更入不了我们侯府。谢青燕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都是做我的妻子，谁先入府都一样，你何必在大婚当日这么恶心我呢？姐姐身份尊贵，自然是瞧不上莲儿低贱的身份。易哥哥，不如今天我先不入门了。莲儿，今日大婚，怎能让你受委屈呢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我要回府，看谁敢拦着！都聋了吗？想找死啊！平阳侯府加兵，只听谢家人号令。那老子就不是谢家人了吗？对，义哥也是谢家的女婿，还命令不了你们吗？相识一场，今日宋大人大婚，送他个大礼。女奴白莲儿，当日御花园不宜大闹，今日你该入教坊司和鸣了。我看谁敢动我夫人！易哥，救我！易哥哥，救我！我不能去教坊司，救我！聒噪，让他闭嘴！谢青燕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以为毁了莲儿，我就会只娶你一人吗？娶我？你配吗？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穿成这副模样，不就是迫不及待想要嫁给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今日若是不让莲儿入府，就别想让我娶你，就让这偌大的平阳侯府颜面尽失。今日颜面尽失的，只能是你们。就是你这个戏子，谢青燕，老把戏你还玩不腻吗？夫君，红绸在身不方便，能帮我教训他吗？当然。
的胆子！你不过是谢清燕请来的鸡！你到底是谁？一哥，摄政王对我一往情深，冬日会给我送暖炉，夏日送荔枝。天朗愿意为你加衣，我的不近女色，只因为此生非你不娶。谢承彦，大婚当日，你与其他男子如此亲密，他究竟是谁？大胆，竟敢如此与摄政王说话，找死！他竟然真的是摄政王！他如果是摄政王，那他真的是来娶谢清燕的？一群养子，不仅没有感恩之心，还要以下犯上，欺辱主子。没了他，你们什么也不是。宋姨姨，你不是想娶白莲儿吗？今日我就成全了你，只不过恐怕你的新娘子在洞房之夜要去教坊司和其他男人一起过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。一哥哥，救我！一哥，谢清燕，谢清燕，你这样任性耍大小姐脾气，还让摄政王配合你细婚，就不怕文武百官让陛下认为义父功高盖主吗？你可考虑过后果？哼，他从小就是这样，为了靠近一哥，任意妄为。一哥，今天为了莲儿，更为了侯府，你必须得好好教训他一番。谢清燕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你以为你让摄政王来陪你细婚，你以为你把莲儿给毁了，就可以独占我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今日你若不许我娶莲儿，那这辈子我都不会娶你。说够了吗？妄议侯府之事，毁我父亲名誉，来人，掌嘴！你想干嘛？至于娶我，夫君，他配吗？谢清燕，什么身份，敢觊觎本王的王妃？曹民不敢，但平阳侯府内的事，还请王爷莫要插手。请弟兄们去教坊司点宋夫人好好玩一玩。我还从未试过新婚之夜的女子呢。多谢王妃，今晚兄弟们指定乐呵乐呵。走，一哥，走。娘子，皇兄和岳父已经在王府等着了，我们回府吧。吉时已到，起驾！一哥，谢清燕这次实在太过分了，竟敢打我们，一定不要轻易原谅他。一哥，我怎么感觉谢清燕这次是来真的？她不会不要我们了吧？不可能，10天之后就是义父60大寿，在家宴上他会公布爵位继承人，侯府后继无人，摄政王他又不可能入赘继承，这爵位只能是一哥你的呀。对，定是如此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谢清燕的账日后再算，现在先救莲儿，走。真不错啊！来，干杯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住手！宋公子，这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。莲儿已经被李公子点了，
还有这么多客人等着呢。就是，我们可还等着呢。您呐，可得且等了。啊！你们看，这人还穿着婚服，那小姑娘怕不是今日刚成婚吧？那李公子可是户部尚书之子，最好人妻，这下可热闹了。哎呀，没说这下细看了。我乃平阳侯府养子，我看谁敢动我娘子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侯爷养的童养夫啊！好好的大小姐你不娶，偏要娶个贱婢，真当自己是小侯爷了？你什么身份，还配指我？小爷今天高兴，你的新婚小娘子啊，我就帮你调教调教。你敢？带我房间里来。好嘞，带走。叶哥哥，救我！宋公子，谢小姐已经为你在莲儿的隔壁开了一个雅间，好让你听清楚，让你感同身受。赎身！我要替我娘子赎身。赎身？哎呀，真是不识好歹。您别开玩笑了，按照大庆律令，教坊司女奴终身不得赎身。你说什么？切！一哥，那莲儿怎么办？他这辈子不就毁了吗？这个谢青燕，她为了一己之私，就要毁了莲儿。我希望你不要干涉我和莲儿之事，否则我绝不会娶你。是我给他签下了奴籍文书，是我害了他。玉哥，不怪你，都怪谢青燕，她肯定早就知道教坊司不能赎身之事，所以才故意把莲儿卖入教坊司。她就是想故意毁了莲儿。该死的谢青燕，我跟他没完。没关系，一哥，就算莲儿被玷污了，我此生也只爱你一人。还是先让我好好爱爱你吧。一哥，你敢？赶快放下莲儿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侯府找人啊！我们现在连侯府的大门都进不去，怎么办救兵？哎呀，快去找孙海校尉，他平日里不是最爱巴结我们吗？快去啊！走！谢青燕，要是莲儿出什么事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哎，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闲杂人等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平阳侯之子啊！让孙海出来见我。好，收到，容我进去通报一下。哼，校尉大人说了，今日有事，三位请回吧。什么？孙海一个小小的校尉，竟敢不见我们？谁给他的狗胆啊？之前孙海上赶着巴结我们，今日怎么敢不见我们？滚回去告诉孙海，让他立刻马上滚出来见我，否则今后上京这官场他就别混了。你军营重地，是谁在这里狗吠啊？哼，孙海胆子肥了，连我们都敢不见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侯府的妻子。你们三个还真以为自己是侯府的赘婿吗？你来人，把这三个擅闯军营的狗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是，走。不是，放开我！孙海，你给我等着！没了侯府，你们算什么狗东西？孙海这狗东西，竟敢把我们赶出来，烦了他！来，孙海肯定认为谢青燕选了一哥，把我们当成了弃子。我们去找一哥，我要让孙海这个混蛋付出代价。走！一哥，来，一哥，来，连一哥的面子都不给，妈的！
孙海这狗东西，怕是忘了之前是怎么跟一条狗一样求着见我们。一哥，会不会青燕真的要嫁给摄政王？我们真的成了弃子？不可能！谢青燕分明那么爱我，她分明非我不嫁，她怎么可能会真的不要我了？宁死不屈。圣旨已下，今生你们4个我都不要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真的不要我的，不会的。一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说，他不会真的不要我的，对吧？对。一哥，在我看来，分明是谢青燕她在耍大小姐脾气。她和摄政王就是泄婚，这闹这么大，不就是为了毁了莲儿吗？这样就可以独享一哥一人。是的，现在整个上京谁不知道，义父要在10日之后的60大寿家宴上宣布爵位继承人。侯府无后，除了我们4个，谁能入赘侯府继承爵位？对，除了我，谁还能去呢？可是你给我闭嘴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出莲儿，绝不能因为谢青燕的任性嫉妒，毁了那么好的莲儿。走。干什么你们？滚开！我家公子正在里面办事儿。办事？他敢！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等10日后我一哥继承了侯府爵位，莫说你这个小小的侍从，就算你们的尚书大人来了，也不敢拦我们。他们在里面干什么？让我进去！哎，我说让我进去！妈的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宋公子，我替你试过了，你家小娘子很润。杀了你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10日后继承爵位，定让你付出惨重代价。世袭爵位，就你，弃子而已。哎呀，哎，不是，你怎么插队啊？这李公子完事儿了，该我们哥几个了。哎，算了，先让给你，完事儿记得叫我们，我们可是花了银子的。别忘了啊，走。嘿嘿。你是不是从了？我问你呢，你是不是从了他了？一哥哥，对不起，是他非要那样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他非要，你就从了。新婚之夜，自己的女人从了别的男人，从此以后，我宋一义在整个上京、整个大清都成了笑话。一哥，一哥，谢青燕待我继承爵位，定要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你喜欢这样吗？应该是吧。好，那我争取做到。冬日了，天凉了。哎呀，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他可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摄政王，他还不近女色，他怎么可能会真的喜欢你？谢青燕，你清醒一点，你为的只是他的权势，而不是他这个人。
你不要我啊，王爷。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传闻摄政王不近女色吗？他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？如果他想要我，我该拒绝吗？你很紧张？我没有。那我来了。来什么？王爷，你不是不近女色吗？我的不近女色，只因为非你不娶而已，不是吗？他不近女色，只是因为非我不娶而已。我那只是一句玩笑话，你不必当。你，青燕，3年了，我慕你，等了你3年，没想到真的能娶到你。从前的你张狂洒脱，如烈日般明媚，可不知何时你收起了你的阳光。重活一世，我被迫学会谋算，却从未有人在意。可他，我希望你永远如烈日般明媚，不会被乌云遮挡。今后，我定会为你挡住所有的黑暗，让我做你的依仗，好吗？哦，对了，皇兄已经答应了岳父的请旨，将平阳侯府的爵位世袭给你。10日之后，岳父的寿宴上，皇兄就会下旨昭告天下。前世我错付终身，这一世我只为爱我之人，为自己而活。感谢诸位前来参加老夫的寿宴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吃菜。宋公子，今日是老侯爷大寿，你不能硬闯。一哥，我的人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谢青燕大婚之后就回了侯府，这不摆明的就是喜婚吗？我就知道是如此的。他谢青燕怎么能放弃得了一哥？待我娶了谢青燕，承袭了爵位，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走。再干一杯！来！父亲，儿子特来为您贺寿，顺便带上了聘礼，来求娶青燕。这他们怎么来呀？谢小姐不是已经嫁给摄政王了吗？宋一义这时候来提亲，怕不是想脑袋搬家？对呀，父亲，儿本就是侯府童养夫，也是时候报恩了。如今带着3书6礼前来求娶青燕，在婚后定会好好待她，继承您的爵位，以护侯府百年安稳。望父亲成全。宋一义，我已奉旨成婚，乃摄政王妃。你是想挑衅摄政王府，藐视皇权吗？就是呀，胆子真大的啊！不想活呢。青燕，你戏也演够了，大小姐脾气也该发完了。我知道，你让摄政王陪你细婚，就是为了让我觉得你离了我以后也能嫁得很好，想让我着急，想让我主动来求娶你。好，你赢了。如今我不就是来求娶你的吗？娶我？我看你怕不是听说我爹今天要宣布爵位继承人，按捺不住了吧？侯府无后，我本就是侯府养子，继承爵位理所应当啊。我不介意你细婚的身份，你马上去跟那不近女色的摄政王和离，与我成婚，
你仍旧是侯夫人。放肆！你这个逆子，你当真以为我侯府是你予取予求的地方吗？你当真以为我女儿是你想娶就娶，能够随意委屈的吗？父亲，儿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真心想娶。闭嘴！你让一教坊私女奴和我女儿同为平妻，你拿我侯府的脸面何在？父亲，义哥我已经把那贱奴休了。休了？宋一义，你这婚事可是陛下赐婚，你休妻便是抗旨，未休便是坑骗父亲。我看你今日当如何收场？没错，青燕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只爱你一人，只娶你一人吗？如今我已经休了莲儿，你就不要再耍这大小姐脾气了吧。哎呀，真是不要脸呐！就是。青燕妹妹，整个上京，谁不知道你非我们一哥不嫁？这恃宠而骄，任性也总要有个度吧？回头把我们一哥逼急了，他不再娶你了。义父，说句大不敬的话，您太惯着青燕了，才让她如此任性妄为。好了，不必多言。我等本就是侯府童养夫，寄人篱下，报恩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如今娶她，应该的。说完了吗？谢青燕，你还要胡闹多久啊？我已经休了莲儿，答应只娶你一人。你再不受聘礼，待我反悔，可就不娶你了。诸位大人，宋一义本该奉旨成婚，可却干了休妻勾当，这是大不敬，这是抗旨。这是抗旨！谢青燕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？休妻可是你自己说的，诸位大人可都听见了。宋一义，连圣上的旨意你都敢违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，是啊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太过分了！是啊，你们给我闭嘴！我宋某人从小受义父熏陶，绝不可能做出抗旨的大不敬之事。义父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抗旨。没有抗旨，那就是没有休妻了。没有休妻，那就是为了继承爵位，坑骗父亲。宋一义，父亲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没有坑骗你啊！哼，谢青燕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逼我休妻，只娶你一人的人是你，如今说我抗旨不遵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看他就是刁蛮任性惯了。我休妻是抗旨，你何离就不是抗旨了？难道你想让天下人，让陛下认为我们义父功高盖主，无视陛下的旨意吗？宋一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父亲，您就是太惯着他了，再任由他这样胡闹下去，侯府的百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。待她嫁给我，我承袭了爵位，我一定会好好管教她，护侯府周全。谢青燕，义父老了，你也该长大了，不然怎么配得上我们义哥？够了！老夫还在，你们真以为我侯府的爵位是你们想要就能要的吗？来人，拿本侯的爵印来！侯府爵有传位了吗？给谁啊？今日，诸位见证，我平阳侯谢远山将爵位传给我的女儿谢青燕。将爵位传给我的女儿谢青燕。父亲，拿着。你怎可？怎么不能？本侯养你长大，是想让你护着青燕，而不是让你委屈她。我知道，你觊觎的不是青燕，而是我侯府的家产和爵位。这不是吃人绝户吗？是呀，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事儿？白眼狼，太白眼了！还好不是亲生。哎呀，还有这种儿子。是啊，父亲，我本就是侯府嫡子，这侯府爵位本就应由我继承，哪里轮得到谢青燕？她一介女流，我大庆还从未有过女子承爵的先河。嫡子？
你就是本侯的一个养子。拿来，这是本侯去年立下的遗嘱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平阳侯爵位传于女婿，需满足2条件：一，真心待吾女谢清燕，终生不纳妾，不设平妻；二，护侯府周全，不谋私利，违者剥夺继承权，家产充公。此二，你做到哪点了？父亲，我知道，你就是太宠着她了。先是求陛下赐婚，再是让摄政王陪她细婚，如今又拿遗嘱说事。谢清燕，我说过了，我只娶你，只娶你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娶我？我看你想娶的是这侯府爵位吧？有何区别呀？啊？入赘之后，爵位理应由我继承，除了我，还能有谁？我？你，一介女流之辈，不配，更不能继承。大庆还从未有过女子继承爵位的先河。是啊是啊，这不是违背祖训吗？就是啊，女子如何能承爵啊？我看这侯府恐怕后继无人喽。谁说女子不能继承爵位啊？圣旨到，摄政王妃谢清燕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念平阳侯只有一独女，念谢氏一门忠良嗣士，朕特许谢清燕继承平阳侯府爵位，封正一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不可能，我朝从未有过女子承爵的先河，她谢清燕何德何能，可以承袭爵位？谢氏一族4代忠良，我谢清燕承祖印，承父恩，不能世袭爵位，难道你这个以下犯上的养子就配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考验我，对不对？清燕，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只会爱你一个人，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听你的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本王的王妃也是你能觊觎的。王爷，你不喜女色的事满朝皆知，你怎会真心喜欢她？清燕心里只有我，她只是在和我赌气。喜婚不可作数啊！细婚，王爷与我3媒6聘，明媒正娶，陛下亲赐的婚书，百官见证，你说这是细婚，还是说你不将圣意放在眼里？不可能！从小到大，你对我言听计从。清燕妹妹，这一次你也听我的，好不好？今日我们就成婚。我敬你是侯府养子，给你几分薄面。但你屡次骚扰王妃，今日更是以下犯上，大闹寿宴。你真以为本王治不了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侯府。你侯府不过是个养子，却不思回报觊觎爵位，算计侯府独女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来人，是，将此人拿下，杖责30，扔出侯府。放开我！老实点，喜婚不可信，清燕心里面只有我。父亲，救我！救我！等等，清燕，我就知道你心里面还有我。宋一夜，你记住，你觊觎的一切都是我不屑要的，带走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不可能，清燕心里面是有我的，我才是侯府的主人，我才是爵位的继承人。一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今日阿爹得了一枚夜明珠，我知你喜欢，送给你。我累了，别来打扰我。一哥，我说我累了，
听不懂吗？就一句，我就再说一句话。我听到你对阿爹说你会娶我，是真的吗？义父他真的不要我们了，离开了侯府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可能，谢清燕她最黏一哥了，绝不可能这么放弃一哥的。你们给我滚！赵管家，我可是侯府嫡子，你没有资格阻拦我回府。哼，嫡子，从今天开始你不是了。放屁！父亲只是默许了摄政王赶我们出府，并没有否定我们养子的身份，我们依然是侯府的养子。对，可是你给我闭嘴！让开！我要见谢清燕。宋一义，昔日你是大小姐最爱之人，也是整个侯府最有希望继承爵位的。可是你不好好珍惜，从今往后，这侯府你将再无法踏进一步。我什么身份？也是你一个下人配评头论足的。谢清燕，待我春闱高中，重回侯府，定会让你后悔。白痴！哼，怎么办？我们真的成了侯府弃子？我让你闭嘴！我说了，父亲并没有废除我们的身份，我们仍然是侯府的养子。养子！一哥，你方才说的春闱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是想参加半个月后的春闱考试？燕儿也到了出阁的年纪了，你与他从小情投意合，他也最喜你，你可愿娶她？父亲，儿愿意。好，3个月后的春闱考试，待你金榜题名之时，便是迎娶燕儿继承爵位之日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摄政王必不可能入赘，父亲绝不可能让百年基业的香火断在他手上。还未废除我们的身份就是铁证。待我春闱高中，一定能重回侯府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凭你也敢拦我？你谁呀？哦，原来是被侯府扫地出门的丧家之犬啊！哈哈。老娘开门做生意，想要见姑娘，那成？得先交钱。那里面是我的妻子，我进去见她，我还需要交钱？哎！是，此事是我考虑不周。当日当着摄政王的面求娶他的细婚妻子，但是义父是因为看在摄政王的面子上，害怕陛下猜忌，所以才将我们赶出来。但他并没有废除我们身份。哎呦喂，没废除，我看你是被打傻了吧？小侯爷，您要是没钱呢，那您的娘子就先借我享用享用了啊！哎呀，孙公子里面请。哎呀，孙公子里面请。孙涵，你找死！你敢！你敢！孙涵，你不过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你看我不杀了你！我以侯府赘婿的身份命令你，放我进去！哎呦，还做梦呢！我劝你呢，有这个功夫，不如多去赚点银子，别到时候你的新婚娘子被人尝遍了，你还没碰上。哎呀，为了一个贱奴，抛弃了侯府千金，丢了爵位，切，真是蠢货！我听闻啊，可是陛下赐婚，无法休妻。哎呦！那这可成为一生的污点了。舒坦，孙涵，你找死！
你还真当自个儿是个小侯爷？当初我3番5次的找你，你把我拒之门外，可想过会有今天？孙海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侯府的未来继承人，未来的举人。待我金榜题名，我定让你身首异处。哎呦，原来是举人老爷，我看你就是丧家之犬。谢小姐，啊不，王妃已经为你在隔壁买了雅间，你要无处可去，可在这儿住着，天天看着你的娘子接客。孙大人，下回再来啊！你们这些人，你们等着！待我金榜题名，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谢清燕是我的，整个侯府也是我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原本是侯府的养子，锦衣玉食，为什么在这里受这种苦？你不赌我赌，我也想迎娶清燕妹妹，重回侯府。这样的日子，我过够了。只要能重回侯府，我也想娶谢清燕妹妹。你们给我闭嘴！清燕心里面只有我，能娶她的也只有我。小的孙海北营校尉，久仰小侯爷的大名，能不能？什么档次？你敢挡老子的路？滚蛋！你还真当自个儿是个小侯爷？什么声音？是莲儿被，这都今夜第4次了。该死的谢清燕，让我们住这儿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羞辱我们。除了我这儿，你们还能去哪儿啊？好听吗，孙公子？你家娘子可比你厉害多了，这些呀，可都是银子哗啦啦的声音。你，我们教坊司可不养闲人，想在这儿读书，用这儿的灯油，必须都给老娘把这些洗干净。我们乃侯府养子，读书人，怎能做这些粗重活？待我们中举，定要让你们4个丧家之犬，要么干活，要么滚蛋。这些可都是你娘子和别的男人用过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洗。你。小姐，我都查清楚了，那宋一义几人打算参加春闱考试，还放话说中举了是要重回侯府。果然，如上一世一般，宋一义依旧不知道娶了奴籍为妻，自己也会染上奴籍，终生不得入仕。气死了！他分明就是觊觎爵位，哪是真心想求娶小姐啊？真是活该被扔出侯府。宋一义，上一世为了你，我花重金劝走了白莲儿，却被你赶出家门。这一世，真想看看你努力考取了功名后，却因为娶了女奴不得入仕后，是何心情？我是宋一义，前来参加春闱。宋一义，你就是那个侯府弃子，还敢参加春闱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义父只是考验我，并未放弃我，我依然是侯府养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被赶出侯府的童养夫啊！听说是被打出来的，还有脸提侯府的名头。一个侯府弃子，还敢与本官顶嘴？莲儿呢？此子在宫院面前撒野，亵渎宫院威严。依照春闱规矩，掌嘴10下，以儆效尤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乃侯府养子，你们不能打我！我要前来参加春闱，重回侯府。重回侯府，凭你
我与青燕只是有些许误会，我定能重回侯府。你这个昔日的奴才，竟然敢当众如此羞辱我！奴才，哼！你个娶了教坊司女人的人，你说，咱们两个谁是奴才？我，一哥，怎么着？还想如以前那般仗势欺人？告诉你，现在的你给我提鞋都不配！打得好呀，打得好！这畜生以前可没少仗着侯府作威作福，欺压百姓。是啊，姓周的你敢动我，待我金榜题名，让你付出代价。一个娶了教坊司女奴的低贱货色，还想金榜题名？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赶紧滚蛋！别扰乱了贡院的秩序。哼！一哥，都怪那该死的谢青燕，待我重回侯府，定让他还有这些羞辱我的人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。快看，放榜了！哎呀，我的名字呢？别急我，在哪儿？我中了2甲11名。哎呦，我的名字在哪儿？3甲11，我中了。你别急我。宋怡在哪儿呢？一哥，快看你的名字，2甲，在哪儿啊？第13个呀！哎，那，你看，我中了2甲13名，进士及第呀！一哥，每年今日便是义父和谢青燕去青莲寺祈福的日子，咱们去路上拦轿，告诉义父。对，走，拦轿，走。义父，大胆！此乃平阳侯与摄政王妃的轿子，尔等竟敢当街拦轿，找死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是谁？父亲，儿为您报喜来了，今日放榜，儿进士及第。让他们滚！是，侯爷。父亲，您曾许诺儿子，进士中榜以后便可娶青燕为妻，儿子做到了，儿愿娶青燕为妻。娶我？你也配？青燕，我如今已经高中进士，配你绰绰有余啊！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我，还爱着我，对吗？闭嘴！姨，一哥，我乃摄政王妃，当朝正一品诰命夫人，你一个低贱的奴籍身份，也想觊觎我？我乃是当朝进士，何时入了奴籍啊？哼，你猜？谢青燕，胡闹也要有个度啊！当初义父收留我们4个做童养夫，不就是不想让你嫁入皇宫？父亲苦心经营多年，你这大小姐脾气到底还要耍到什么时候？哼，就是从小到大任性惯了，丝毫不考虑别人。谢青燕，我知道你继承爵位就是为了让我非你不可，让我对你言听计从。义父并没有废除我们，就等着我们入赘呢。好，你赢了，如今都听你的，这总行了吧？谢青燕，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你真要因为你的肆意妄为，让义父背上不孝的骂名吗？你混账！老夫灭养父子一场，饶了你们一回，真当我这平阳侯是白叫的吗？父亲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为你考虑。哼，为我着想，你自甘堕落，娶教坊司女奴，下作成奴籍，还要娶我的女儿，这叫替我着想。你把我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你把青燕的未来置于何地？我何时下作成奴籍了？父亲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就对了。宋一义，王爷已经去取你的奴籍文书了，我倒要看看待会儿你作何感想。义父，义哥他已经进士及第了，还是个2甲。您不是答应过他，等他中举，就将青燕嫁给他，让他世袭爵位吗？父亲，
我知晓您为侯府操劳，不就是不想让侯府断了香火吗？所以您才让我们4个做了童养妇，来娶青燕入赘，以成侯府香火。这侯王府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要是这香火真的断了，侯府可就真的没有后代了。摄政王可是陛下的亲弟弟，绝不可能入赘。如今这宋一义姓氏及第，难道这一切真的是谢小姐演的一出好戏？父亲，如今我已重榜及第，有功名在身，配青燕绰绰有余啊！父亲，你就劝劝青燕，让她不要再任性妄为了。我不会嫌弃她的戏婚身份。谢青燕，还不赶紧向义哥认错？难道你想让义父背上不孝的罪名，让他无颜面见谢氏的列祖列宗吗？闭上你的狗嘴！宋一义现在只是奴籍身份，还想以功名之身入仕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按照大清律法，凡娶教坊司女子者，自愿下作成奴婢，终生不得入仕。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，宋二甲？你胡说！父亲，你看看他刁蛮任性，哪里有一点点能继承侯府的样子？只有我才能够承袭侯爵，只有我才能够保证侯府的香火不断。从今以后，我改姓谢。我也改姓谢。谢青燕，你看看，父亲为了侯府香火苦心经营，你难道真的要侯府的香火毁于一旦吗？他就是从小处心积虑博我的眼球，毫无底线。谢青燕，我说了，我会娶你的，会娶你的。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真要让侯府的香火毁于一旦吗？庶子，你们！阿爹，不要为了这种奴才弃了身子，不值得。奴才？谢青燕，我乃是你未来夫君，当朝进士，就你也配？此乃礼部刚下发的奴籍文书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是官是民？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我乃是侯府的养子，当朝2甲进士，我不是奴，我不是奴！当初我为了你把白莲儿送走，可你呢？你死死地掐着我的喉咙威胁我，你有想过有今日吗？谢青燕，我会与你成婚，但我与莲儿是真心相爱。我们成婚以后，我会让莲儿以平妻的身份入府，希望你能容得下她。平妻？一哥，她是女奴，按照大清律令，你一旦娶了她，你也会变成奴籍，你这一辈子都毁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谢青燕，我希望你放聪明一点，否则即便是成婚，我也不会碰你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宋一夜，这是你自己自作自受，自食恶果。谢青燕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为了你，我从小就进入侯府当童养妇，受尽白眼，寄人篱下。我为了你，寒窗苦读，考取进士，我已经做得够多了。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成为童养夫，只不过是为了侯府的锦衣玉食。你寒窗苦读，是为了继承我爹的爵位。你从来都只想的是你自己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青燕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父亲，我错了，都是白莲儿那个妖女，都是她蛊惑我。摄政王他不可能入赘的，他不可能真正喜欢她，只有我才是真正喜欢青燕的，只有我才能保谢家香火不断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闭嘴！你少拿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来绑架我爹，
真正的孝道是忠君爱国，是品行端正，而不是用一个品行不正的人来延续香火。燕儿说的对，本侯的孝道自有天地见证，还轮不到你一个逆子智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谢青燕，你这要因为你的肆意妄为毁了整个侯府吗？父亲，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侯府香火断绝吗？侯府如何还不需要你这个贱奴来操心？今后本王便是青燕与侯府的依仗。至于香火，平阳侯忠君爱国，本王与王妃若诞下二子，可一子随王妃姓，以传谢氏荣光。王爷，还有这3个孽障，当街拦轿，顶撞王妃，杖责20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今日，王爷和诸位百姓见证我平阳侯谢远山废除宋一义这4人的养子身份，今后谁要再以侯府身份自居，绝不轻饶。你找死！一哥，你还真当自个儿还是小侯爷？一个侯府弃子，还敢与本官顶嘴？我不要做弃子！不，父亲，滚！青燕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求你不要放弃我。闭嘴！一哥，你们这群贱民要干什么？我乃侯府准赘婿，你们别过来！我们是贱民，那你呢？还以为能像以前那样欺压我们呀？就是就是，你以为还能像以前一样？这几个家伙仗着侯府搜刮民脂民膏，乡亲们，我们报仇的机会来了！上，打他！别打了，打死他！东西，别打了，去死吧！臭不要脸！一哥，谢青燕这次不会真不要我们了吧？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滚开！宋一义，你敢推我？你他妈真以为你是我们大哥了？没了谢青燕，我们都得完！以前我们仗着侯府得罪了那么多人，完了，这回全完了。宋一义，我们现在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因为你非要娶莲儿那个贱奴，我们现在也不至于被侯府赶出门。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给我闭嘴！哼，你，我好歹想过要娶谢青燕，你们呢？你们作为侯府赘婿，你们有一个人想过吗？青燕爱了我10几年，我不信她就会这样放弃。我要去侯府等她。青燕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青燕，延庆哥哥知道错了，只要能让我入府，我愿入赘，不，哪怕当个面首也行。青燕妹妹，我可以不当面首，我当奴仆也可以。奴仆。侯府重地，岂是你们几个宵小大声喧哗之地？都给我滚！菲儿姑娘，求你让我进去见见青燕，她那么爱我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啊！误会？宋一义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吧？我哪错了？求你告诉我，只要她能原谅我，我都可以改。曾经小姐那么爱你，对你百依百顺，可你呢？自从带回来那白莲儿，你有好好跟小姐说过话吗？你正眼看过小姐吗？一哥，
天晚上有花灯巡演，你答应要跟我一起去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没空，今晚我要陪莲儿去听曲。你分明是小姐的准夫婿，都是因为小姐，你才能在侯府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。可你却想娶别的女人，你有考虑过小姐的感受吗？可是大清国的男子都是3妻4妾，我只是想娶莲儿，这有……闭嘴！你分明说的是平妻入门，她白莲儿一介女奴，她配吗？还有你，想想你自己的身份，你配吗？还有你们，一个个的助纣为虐，欺辱小姐，倒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假惺惺的道个歉就能得到原谅吧？我告诉你们，爱是会消失的，这就是你们自食恶果的下场。滚！都怪白莲儿那贱奴，是他把我们害成这样的，是他。走。嘿呦，这不是入了奴籍的侯府赘婿吗？怎么，这回来看娘子接客呀？哎，这老娘给你脸了！白莲儿，你这贱妇，我杀了你！易哥哥，莲儿都是被逼的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失去青燕？怎么会失去侯府爵位？易哥哥，莲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明明莲儿才是受害者。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勾引我，我怎么会疏远羞辱青燕？要不是听信你的鬼话，我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一个女奴平妻入门，让青燕寒心？易哥哥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在演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易哥哥，真想这样一直跟你在一起啊！我不要什么名分，为奴为妾都是可以的。姐姐不让莲儿与他共侍一夫，嫌我出身低贱，还说就算易哥哥纳莲儿为妾，也不让莲儿服侍易哥哥。这杜甫，我找他算账去。易哥哥，你能娶莲儿为平妻吗？莲儿不要什么名分，但莲儿不能不服侍易哥哥。每一次哭诉卖惨，都是装的吗？我真是一个傻子，会放着侯府千金不娶，娶你这么一个万人骑的贱奴。易哥哥，我没有，我真的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延庆哥哥，你平常最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别碰我！要不是你的出现，我们现在依旧是青燕眼中的宝，是侯府高高在上的小侯爷。陆行哥哥，你平常最关心莲儿了，你相信我。滚开！我现在看到你这个万人骑、千人玩的东西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为什么？明明是谢青燕害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再敢说是青燕害了我们，我杀了你！你笑什么？笑你们蠢，一群白眼狼，这只会把错怪在别人身上。那小娘们虽说是可恶，但伤害王妃最深的，不还是你们吗？胡说！要不是因为他勾引我，我们怎么会害青燕？那还不是你们蠢？切！不，青燕还是爱我的，只要弄死他，我就还有机会。易哥哥，杀了我吧，我也就解脱了。本来阿爹阿娘
在南疆为国捐躯的时候，我就该和他们一起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忠良遗孤？易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快说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阿爹本是南疆一小卒，在一次抵御外敌时战死。阿娘舍不得阿爹，跟着自刎捐躯。莲儿这才流落到南方，遇到了易哥哥你们。原来是这样，白莲儿不是奴，那我也不是奴，那我就还有机会，还能娶到经验，还能继承爵位。一群傻逼！我随意捏造个小卒的身份，反正也无从考证。可是莲儿已经签下奴籍文书，迈入教坊司，这辈子都是奴身了。易哥哥，是莲儿害了你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谢清燕干的好事儿，她就是要让一哥下做成奴身，好控制一哥，然后让一哥求着娶自己，卑鄙贱妇！莲儿，你听我说，你爹虽然只是一个边疆小吏，但毕竟也为大庆捐了躯，是大庆英魂。此事只要让陛下知晓，定能还你清白之身。真的吗？啊！可是莲儿已经被玷污了，要不是还没报答易哥哥的恩情，莲儿恨不得现在就去死。当然是真的。莲儿，你听我的，你先乖乖待在教坊司，待我们迎娶了清燕，世袭了爵位，再回来迎娶你风风光光的入赘。谢清燕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若不答应我入赘，就凭你将忠良遗孤卖进教坊司的罪行，就算摄政王平阳侯也保不住你。清燕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清燕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我是猪油蒙了心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机会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。在你为了白莲儿顶撞我的时候，在你提出平妻之礼时，我都给过你回头路，只是你自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个境地。我知道，是我眼盲心瞎，但是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愿意入赘，只要让我在你身边当一条狗，以后留在侯府赎罪，为侯府延续血脉。入赘？我平阳侯府3代忠烈，功勋彪炳，宗祠内供奉的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魂。你一个奴籍，也配入我侯府宗祠，也配让侯府英烈的血脉与你这等污浊之身相融？你装什么？你将莲儿卖去教坊司，不就是想让我也入奴籍吗？不就是想要一辈子将我踩在脚下，让我来求你入赘吗？如今我求你入赘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蠢不可及，让开！谢清燕，你以为你真赢了吗？你将忠良遗孤强卖奴籍，卖入教坊司，此事若是让陛下知道，就连摄政王，就连你父亲，也同样救不了你。忠良遗孤？你说白莲儿那个贱奴，哼，果然是眼盲心瞎。谢清燕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不让我入这侯府，那我便毁了你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夫人，
你知道吗？那白莲儿竟然是汴京罪臣李萧山在外逃窜的后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李萧山一家与南疆敌寇暗通，有一女在外逃窜，白莲儿就是他们的女儿李寒衣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罪臣之后，教坊司充公，我不是已经将她卖给教坊司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报复宋一役，没想到5日之后大庆国宴，皇兄会宴请百官，届时圣恩大开，百官皆可御前陈情。御前陈情，王爷，您可否帮我撒一个鱼饵？鱼饵？让宋一役恰好拿到宴会乐手的身份，让他偶然听见宴会可御前成情，直达天听。你是想永绝后患？夫人，其实大可不必啊。上京死役2个奴仆是常有的事情，要不要直接把他们……杀人怎抵得过诛心？宋一役，如果你想死，我就陪你把这出戏唱到最高潮。莲儿，我们翻身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5日后国宴，陛下将在宫中宴请百官，届时所有的乐手和舞姬都将从教坊司和内廷中调取。我花光了最后一点积蓄，谋得了一个乐师的身份，也为你弄到了一个舞姬的名额。所以呢？届时我们混在表演人群当中，找准机会御前告状。那谢清燕将你强迁奴籍卖入教坊司，如今陛下圣明，陛下定不会让忠良已故寒心的。不行，易哥哥，那可是御前，万一什么？机会只有一次，你想一辈子待在这儿，任人欺凌？你想让我做一辈子奴隶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御前陈情非同小可，一旦有丝毫差错，我们都将万劫不复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你难道不想报仇？你难道不想拿回本属于你自己的清白和尊严？我当然想，可是什么？还是说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忠良之后？你之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。我若让他知道真相，恐怕会杀了我。易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怀疑莲儿呢？莲儿对你的心，天地可见。好，我陪你去。这才是我的好莲儿吗？谢清燕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众卿共饮，喜迎我大庆国宴。愿陛下岁岁安康，愿大庆国泰民安。众爱卿，请坐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陛下，求陛下为草民之妻白莲儿讨个公道。她本是忠良之后，
其父战死沙场后，不想竟被平阳侯之女谢清燕所害，强奸奴籍，迈入教坊司，受尽屈辱。贱奴！大典御前，你竟敢胡言乱语，诬陷当朝王妃！陛下，奴婢父亲名为王忠，虽为南疆一小卒，却也忠心耿耿，战死沙场。可王妃却因我与一哥情投意合，心生嫉妒，便将民女变为奴籍，卖入教坊司。求陛下明鉴。你是何人呢？回禀陛下，草民名叫宋一义，原本是平阳侯府的童养妇，承蒙皇恩，年前随平阳侯南下治水，途中遇到了莲儿，因不忍忠良之后沦为流民，遂将其带回侯府。不曾想谢清燕心生妒忌，竟逼莲儿签下奴籍文书，甚至将其卖进教坊司，终身不得赎身。其用心之狠毒，令人发指。大小姐，不，王妃，奴婢知道，因义哥对我好，你嫉妒，对我心生不满，但这也不是你还我清白的理由啊！看看你们黑白颠倒，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父亲，你把我养大，我本应用一生来报答你的恩情，但真相大于恩情，大庆忠魂大于恩情。虽然莲儿的父亲只是御前小卒，但他毕竟为国为民，为陛下捐躯，咱们不能让大庆的英魂寒心呐。摄政王妃，此事你如何说？陛下，此事不假，是臣女将她卖入教坊司的。什么？这些事儿竟然真是摄政王妃所为？燕儿，你……陛下，王妃她吃罪了，罪话不可当真呐！父亲，他行为清醒，毫无罪意。我知晓，父亲你贵为平阳侯，看着陛下长大，功高盖主，但是也不能殿前欺君呢。逆子，你爹，为了这种人欺伤了自己身体，不值当。既然都来了，此事你们三个怎么看？陛下，我们四个是平阳侯府的童养夫，谢清燕她从小就缠着一哥，非一哥不嫁。我看她就是心生妒忌，才对莲儿妹妹行如此卑鄙之事。对，她从小刁蛮任性，耍大小姐脾气。义父，容我说一句大不敬的话，您平时就是宠她宠得太过了，才导致她肆意妄为，目无王法。这一次，无论她是何下场，都是她罪有应得。你们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竟养了你们这群白眼狼！清燕，你我本可以相爱一生，却因为你的任性嫉妒，毁了这一切。落得如此田地，你可曾后悔？本来你只要让我入赘，便可无事的。相爱一生，入赘我侯府，你一个奴籍之身，配吗？你这妒妇！我为何为奴籍？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要不是你这贱人，我怎么会如此落魄？皇兄殿前，敢欺负本王王妃，你想死吗？陛下，草民殿前失仪，望陛下恕罪。不过，他已经承认罪行，希望陛下为草民之妻，为数万万的英魂讨个公道，不要让大庆英魂寒心呐！求陛下做主，求陛下做主。陛下，臣女可否先问这忠良遗孤几个问题？准。你说你父亲名为王忠，战死沙场，死于何时、何地、
何意？隶属于哪个将军麾下？番号为何？我还没编好。怎么会？我阿爹是死于3年前的南疆之战，隶属于陈琳将军麾下。南疆之战阵亡将士名录，兵部皆有存档。陛下，臣女求兵部查验。兵部尚书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陈琳将军麾下阵亡将士名录，臣随身携带，请陛下鉴阅。陈琳麾下阵亡将士，并无名叫王忠的士卒，你竟敢欺君！我没有欺君。陛下，他当时年幼，记不清父亲隶属何处，实属正常，请陛下明鉴。他记不清他父亲来历，那这户籍文书应该是真的吧？那是自然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有劳礼部尚书了。不行，不要抢我的文书！你们官官相护，都是欺负我一可怜人。你怎么慌了？难道这户籍文书是你伪造的？你怎么慌了？难道这户籍文书是你伪造的？不，真正阵亡的将士遗孤都有朝廷登记在册，按月发放抚恤，何须保留一份来路不明的证明呢？白莲儿，你可知伪造官府文书可是死罪？谢清燕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自从莲儿入府以后，你便仗着侯府千金的身份颠倒黑白，处处为难他。如今还想官官相护，仗势欺人，圣心在上，陛下应当明察。眼盲心瞎的人是你，你没看出来他慌了怕了吗？那是因为他这几年被你欺辱，害怕所致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你的手段有多么的下作。哦，是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我因为妒忌迫害于他，那我要请问你，请问满朝诸公，我平阳侯府独女，摄政王正妻，当朝一品诰命夫人，为什么会嫉妒一个来路不明的孤女呢？我嫉妒她什么？嫉妒她身世飘零，欺君罔上吗？我没有欺君。陛下，他一派胡言，有本事你拿出证据，证明莲儿并非忠良之后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传人证，成物证。陛下，这位是罪臣李萧山当年府中的乳娘，这位是曾在李萧山军营中服役后归顺于朝廷的老兵。草民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如有一句谎言，朕必斩之。草民不敢。此物并不是什么阵亡士卒的信物，而是当年李香山私募亲卫的腰牌，背面也有暗记，请陛下验看。回陛下，确有暗记。陛下，虽然女大18变，但李寒衣颈后有一小块红色胎记，是不会变的。陛下，确有红色胎记。啊！不可能！宋一义，你看清楚了吗？你口中的忠良遗孤，实则是汴京通敌的罪臣之后。不可能，不会的，不是这样的。
宋一义，你为了这么个东西欺压于我，还想让他带着平妻之身羞辱我，如今更是要带着这罪臣之后御前构陷，你该当何罪？你的眼盲了吗？你的心也瞎了吗？还有你们3个，就以为没事了吗？陛下，此3人自称李寒衣义兄，而宋一义勾结罪臣之后，御前欺君，构陷王妃与侯府，数罪并罚。臣女恳请陛下依律严罚，以正视听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如此愚弄朕！沈延庆3人自称奴籍义兄，那就贬为奴籍，流放宁国塔。宋一义罪加3等，判斩立决。白莲儿欺君罔上，同判斩立决，即刻执行。不，为什么？你明明那么爱我，你说过非我不嫁的，就因为我一时糊涂爱上了他人，你就要用这么狠毒的手段毁了我。你这不是爱，你这是嫉妒，你这是占有。宋一义，你的爱比教坊司的胭脂还贱，你的承诺比奴籍的烙印更脏。我不信。义父，义父，我错了，你打我、骂我、废了我都可以。看在我这么多年救你父亲的份上，救救我，救我！拖下去，拖下去！走。你太棒了。